2025年，机器人公司发布的 demo 都有点魔幻。首先是 Figure AI 在10月份发布了第3代机器人，能够做各种家务。demo 呢也很酷炫，但是任务的成功率嘛，反正呢业界是有很多质疑的。而且呢，我很想吐槽这个设计它这个脸实在是恐怖谷效应有一点严重你看之后10月底发布 demo 的另外一家明星公司 OneX 就聪明了很多，整个脸部设计呢是不是就可爱了非常多，感觉呢是让大家更愿意搬到家里的。但是这个叫 Neo 的这款机器人依赖远程操控，被批评是假智能，而且呢有各种的隐私问题。同时特斯拉的机器人虽然也发布了各种 demo 的更新，包括在12月发布的非常顺滑的跑步 demo， 但是明显量产计划在2025年是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让公司不得不暂停生产，要重新设计硬件。更别提最近的一次亮相还遭遇了一次小小的翻车，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那我们的机器人系列视频呢，已经聊了，灵巧手也出了一期比较综合的，做了一项2025年的具身智能的年终总结那我们接下来来深聊一下这个产业的一个核心技术——机器人基础模型。我们试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2025年突然变成了机器人基础模型的元年呢？我们也走访了硅谷的前沿机器人公司和实验室，而基础模型篇会分为闭源和开源2集，系统拆解当下主流机器人的大脑是如何被训练出来，如何接入真实世界，以及不同路线背后的技术与商业逻辑，带你看清大模型时代的机器人大脑究竟是怎么长成的。哇，你这还没有机器叠的好看。那么在这一集呢，我们先来聊一聊目前资本市场的宠儿闭源系统。但是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得搞清楚一个更加基础的概念到底什么是机器人基础模型？那如果要用一句话解释机器人基础模型，最简单的类比呢，就是如果说 GPT 是会说话的大脑，那么机器人基础模型就是会动手的大脑。但这个会动手的大脑，人类研究了整整60年才做出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大模型出现以前的4大机器人范式。来，让我先带你回到1961年。那一年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 Unimet 在通用汽车的工厂里上班了。它的工作很简单，从生产线上抓起滚烫的金属零件，放到另一条生产线上。那从现在的眼光看它蛮傻的，因为呢完全靠编程。工程师用代码告诉他：步骤1，手臂向左移动30厘米；步骤2，手爪闭合；步骤3，手臂向上移动50厘米；步骤4，手臂向右旋转90度；步骤5，手爪松开。听起来很傻，对吧？但是在当时这已经是革命性的突破了。这种方式的问题呢，很明显，零容错，零灵活性。那如果零件的位置偏了1厘米，机器人就抓不到了。那如果换一个不同尺寸的零件呢，就得重新去写代码，更别说应对意外情况，比如说零件掉在地上机器人就彻底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在工厂这种高度可控的环境里这套方法管用了几十年，直到今天，很多汽车工厂的焊接机器人还在用这套编程式的逻辑。但到了90年代机器人学家们意识到，光靠编程不行，机器人呢得能够感知到环境。于是呢，出现了 SLAM， 也就是定位与地图构建，还有呢运动规划这些技术。这里的核心思路是先用传感器看周围的环境，建立一个3D 地图，然后在地图上规划路径，最后执行动作。你们猜这个方式最成功的应用是什么呢？扫地机器人。风靡一时的 Roomba 就是这么工作的。它用激光雷达扫描房间，建立地图，然后规划一条覆盖所有区域的路径，再按照路径移动，遇到障碍物就绕开。这套方法在导航任务上很成功，早期的无人车、无人机、物流机器人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但是呢，在操作任务上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操作任务太复杂了。你想让机器人叠一条毛巾，传统的方法是4步：第一，用视觉识别毛巾的4个角；第2，计算每个角的3D 坐标；第3，规划手臂的运动轨迹；第4，执行抓取、折叠、放下。
听起来挺合理哈，但是实际操作中啊，到处都是坑。毛巾啊可能会皱成一团，根本就识别不出来4个角啊。而且毛巾它是柔性的，你一抓呢它就变形。3D 坐标立即失效，那每一步都有可能出错，那一出错整个流程就崩了。2010年，加州伯克利的一个研究团队就做过一个实验，让机器人叠毛巾，用的就是这套感知到规划到执行的方法。结果呢，平均一条毛巾要花24分钟。而叠毛巾这件事情在如今 AI 时代来临之后呢，也同样是非常核心的，需要基础模型去驱动机器人攻破的任务啊。这个呢，我们一会儿来讲。那既然手工设计规则不行，能不能让机器人直接学人类怎么做呢？这呢就是行为克隆的思路，也叫呢模仿学习。同样以叠毛巾为例啊，机器人模仿学习会这么做，让人类演示很多次怎么叠毛巾，然后呢记录下每一帧的视觉输入和动作输出，之后呢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学习输入输出的映射，最后机器人看到毛巾直接输出该做什么动作。2015年 Google Brain 的一个团队用这个方法让机器人学会了抓取各种物体，他们收集了数十万次抓取的数据，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推动了视觉到动作学习在机器人抓取任务上的进展。这可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哈。那第一次呢，机器人不需要手工编写规则，可以通过数据学习了。但是这个方法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数据效率太低，它需要数十万次抓取数据来训练，而且呢，这只是抓取这一个动作啊。如果要学叠毛巾，那可能100万次的演示都不够了。更要命的是啊，这个方法的泛化性很差，利用 A 型号机器人收集的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在 B 型号机器人上基本上就不能用。那接下来呢，就来到2010年的强化学习时期了。2016年 AlphaGo 战胜了李世石，证明了强化学习的威力。机器人科学家们也在想，能不能让机器人也用强化学习自己摸索出怎么完成任务呢？强化学习的核心思路是不需要人类演示，让机器人自己尝试，做对了呢给奖励，做错了呢给惩罚。那么机器人慢慢学会怎么做才能够获得最多的奖励。当时啊，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就开始将强化学习引入移动控制系统，让他们能在各种复杂的地形上行走、跳跃、后空翻。但是呢，强化学习也有个大问题啊，就是太慢了。AlphaGo 为了学习下围棋啊，在仿真环境里面和自己下了几千万局，但是机器人操作任务很难在仿真环境里面练，因为环境复杂度太高，非常难设置，和真实物理世界的差别也较大，导致呢仿真不准。但是真机试错呢，太慢、太贵、太危险。想象一下，让机器人学叠毛巾，它可能要试几百万次，其中大部分的时候啊，会出现的情况是抓空、把毛巾扔地上、把毛巾撕破，还有呢手臂被卡住等等。那这样学下去要到猴年马月呢。而且呢，强化学习有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它不知道常识。人类知道毛巾是软的，可以折叠的，有一定的摩擦力，但是呢，强化学习的机器人需要通过无数次试错才能够发现这些常识。也就是说啊，这样的效率太低了。那故事呢，终于来到了2025年，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呢，是改变了一切。2022年 ChatGPT 横空出世，人们发现大语言模型里面蕴含了人类世界的大量常识。它知道毛巾是什么，叠是什么意思，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它有推理能力、规划能力、泛化能力。行业里面的第一反应就是啊，能不能把大语言模型和机器人结合起来？于是呢 ，VLA Vision Language Action 模型就诞生了。那 VLA 模型的革命性在于，它把3个东西统一到了一个神经网络里面，分别是 Vision 视觉，就是看到当前的场景； Language 语言，理解任务、目标和常识；还有呢 Action 动作，输出具体的控制指令。那举个例子啊，你对机器人说，帮我把桌子上的苹果放到篮子里。那么传统方法需要4步：第一呢，视觉识别苹果和篮子；第二，规划抓取苹果的轨迹；第3，规划移动到篮子的轨迹；第4，规划放下的动作。那 VLA 模型呢，一个端到端的神经网络，直接从语言指令到视觉输入，输出下一步该做什么动作。更神奇的是呢，它会常识推理。比如你说帮我准备早餐，面对着家庭环境，他就知道要从冰箱里拿出鸡蛋，鸡蛋要小心拿，不能摔碎。
面包呢要放进烤面包机。这些常识啊，不需要你一条条的编程，也不需要它自己去试错几百万次去发现，因为大语言模型里面已经有了。我们其实在 architecture 层面就是用的 VLA。那 VLA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拿了大模型领域 VLM 作为所谓的 backbone， 但是呢，我们会在最终输出结果的时候，把这个结果转化成在机器人领域可用的 action。那 action 你直观理解就是你可以把它转化成，比如说我要把这个手臂移动到某一个坐标点的这一些命令。VLA 其实大家诟病最多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L language， 因为其实在过去传统的机器人算法里面很多都是纯基于视觉，而且你想人其实在执行很多操作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也是基于视觉的。但是你仔细去想呢，其实你大脑其实会产生类似于语言的东西去告诉你在一个长线任务中到底你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你可能会根据视觉，比如说你去拧瓶盖，你脑子里不会出现说拧瓶盖3个字你才去拧，对吧？因为它已经足够小。所以我们觉得L 的作用就在于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它是可以通过在大语言上面已经训练出来很多逻辑性的东西。它知道比如说你要喝水，那你需要找杯子或者找瓶子，对吧？这个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已经直接可以给你的一些东西。那利用 VLA 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如何把 language 跟 vision 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否则你如果只有 vision，你能做的任务可能就都是短线的，你做不了任何长线的需要去做推理的一些任务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去非常专注的引入这个语言这部分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2025年成了具身智能基础模型的元年呢？因为3个关键的因素都在这一年同时的成熟了。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大语言模型够用了。2024年到2025年 OpenAI、Anthropic、Google 这些公司陆续发布了新模型，大语言模型已经差不多成熟了，至少对于机器人需要的那部分能力，也就是理解指令、规划任务、常识推理已经足够好了。第一是大模型本身已经趋近于成熟，你们可以看到最近不管是 OpenAI 还是其他的这些公司，其实发布的模型已经是增量式的增长，它不是像可能从 3.5 到这个4的时候的这种跨越式的增长所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趋于稳定，而且已经足够可以为具身智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是从模型层面的一个最重要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是算力价格腰斩再腰斩。2023年做一张 NVIDIA H100 GPU 是天价，还得排队才能拿到货。而随着 GPU 云服务商的价格战打响，和 NVIDIA 的 GPU 大量铺货，初创公司们都租得起几千张卡来训练模型了。第二个因素是整体的算力的强度肯定是越来越强，对吧？那每一年其实因为它都会包括其他的这些芯片公司都会做更强的芯片，那等效的算力价格其实也在降低，隔几年可能你的这个等效的价格就可能变成了过去的一半，所以计算的增强对于整个具身智能也有很大的推进影响。第三个因素是硬件供应链成熟，这个变化很多人都没注意到。2024年，随着人形机器人热潮，大量资本涌入了上游零部件厂商，特别是中国的供应商们。电机、减速器、传感器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小众产品，但是从2024年开始，好几家供应商都拿到了大额融资，开始扩产。硬件便宜了，做机器人的门槛就降低了。那第三是整个机器人硬件的各种零部件的成熟度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火热起来的这一波人形的助推，其实让大家花了很多的精力跟资本去投入到很多基础部件，包括这个电机包括减速器这些部件的一些这个研发，那这一块的成熟度和成本其实都有提升跟降低，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机会比较成熟一些。那这3个关键元素呢，让2025年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时间窗口，基于 VLA 的新一代范式的机器人就跑出来了。2025, the year of the humanoid robot. It's here, the first humanoid robot housekeeper.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potentially be one of the largest industries ever. That will be a $5 trillion industry and there'll be 1 billion robots around the world. 但是呢 VLA 模型也不是完美的，而它的核心挑战呢就是数据。大语言模型可以用互联网上的文本训练，但是机器人需要的是真机数据，也就是必须有机器人本体的传感器数据，而这种数据互联网上根本没有。
YouTube 上有无数人类叠衣服的视频，但是没有一个视频告诉你叠衣服的时候手指关节的角度是多少，施加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这场军备竞赛的核心除了算法还有数据，谁能够用最低的成本采集到最高质量的数据，谁就能够主导这个市场。关于机器人的数据呢，我们也会单独的出一期，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不要错过更新哦。所以大家看啊，机器人基础模型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是60年的技术积累的集大成者。它积累了编程式机器人的精确控制，基于模型方法的环境感知，行为克隆的示范学习，强化学习的自我优化，再加上了大语言模型的常识推理，这才是真正的基础模型。那可能你想知道啊，现在搭载了 VLA 模型的机器人都到什么程度了？那我们这次呢也走访了 Dyna Robotics 这家在硅谷炙手可热的机器人明星公司的3位华人创始人当中啊 ，Lyndon Gao 和 York Yang 是连续创业者，之前创立的 AI 购物车公司 Keeper AI 以3.5亿美元的价格被 Instacart 收购。Jason Ma 则是前 DeepMind 研究科学家，专攻机器人基础模型。这家公司成立才1年就已经完成了2轮融资，2025年3月种子轮2350万美元，同年的9月 A 轮1.2亿美元，估值超过了6亿美元。投资方的名单堪称豪华，英伟达、亚马逊、三星、LG 等等。而让他们最先火出圈的并不是多么 fancy 的任务或者 demo， 而就是非常朴实的叠毛巾和叠衣服。那一时兴起啊，我突然想和机器人以及 York 比拼一下手速，看一下叠衣服这件事情谁能够做得更好和更快。好，我们计时，比赛开始。虽然我俩都比机器人快嘛，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真不一定有 Dyna 的机器人叠得好。而且呢，关键点在于啊，机器人虽然目前还比较慢，但是它可以 24/7 7天24小时的运作啊，还不用休息。那么只要经济账算得过来，落地呢就是可行的。因为正常人工的很多场景，你一个人就是8个小时，那通过机器的话，你可以让它跑15个小时或者24个小时，那其实可以弥补掉这个效率的一定的损失。第二是叠本身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商业落地场景，因为它相对比较单一，它也是比较固定的一个任务。但是呢，在像美国这样高人工成本的国家，确实要花掉很多的资金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它确实我们聊的这些商家客户都非常有意愿去使用机器人来做这件事情。好，比完了赛呀，我们接着来说说如今闭源模型机器人的几个主要流派。那么看完 Dyna 机器人啊，我们再来看看2025年的机器人赛道还有哪些玩家呢？我们可以呢把它们分成3个流派来看。表面上看啊，他们真的是技术路线、市场份额、融资估值，但是本质上他们真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实现通用机器人的正确路径呢？那第一派的代表公司就是 Tesla Optimus 和 Figure AI。这一派的核心信念是机器人基础模型不能和硬件分离，必须垂直整合、深度耦合，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特斯拉是这个流派最激进的代表啊。马斯克曾经说过一句很狂的话，他说特斯拉80%的价值将会来自于 Optimus 机器人。那么马斯克的自信来自于哪里呢？也许就来自于特斯拉 FSD 10年的积累。特斯拉 Optimus 的前工程主管 Milankovic 就曾经说，我们只是从轮子上的机器人变成长着腿的机器人。特斯拉有数百万辆车收集的真实世界数据，端到端的神经网络架构，规模庞大的标注团队，所以呢，它这个逻辑啊听起来无懈可击。既然 FSD 能让汽车在复杂路况中自主驾驶，那么同样的架构为什么不能让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去自主的操作呢？都是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都是端到端的神经网络，只是呢输出从方向盘角度变成了关节角度而已。但是2025年的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年初啊，马斯克在内部会议上信誓旦旦地说，2025年要生产5000台 Optimus， 其中1000台会部署在特斯拉自己的工厂。但是到了年中，实际上组装了1000多台之后，特斯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生产计划就已经暂停，面临重新设计。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 Optimus 最近面临的风波啊，就是他在特斯拉活动现场分发瓶装水的时候，突然呢就做出了好像要把头上某个不存在的东西拽下来的动作，然后呢摔了一跤。这个动作呢实在是太像人类操作员摘下头戴式设备的动作。于是呢这段视频马上爆火啊，不少人马上提出来质疑说Optimus 是不是有操作员在远程操控呢？ Optimus 的发展看起来不像马斯克号称的那么顺利，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本身是最早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做出本体，然后有过一定的这个 demo 演示的这个公司。那他们现在主要利用的是人类视频做迁移，那它的优势毋庸置疑就是人类视频其实是最容易采的，因为你不需要任何的额外设备，然后呢，你采集的也是人手去操作的场景。可扩展性上面来说Tesla 这个模式是可扩展性最高的但是它的几个主要的问题在于，第一是人类的手和机器人的手，如果你想让它能力迁移的很好，需要做的非常接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在做很灵巧的灵巧手，就是非常接近人的这个自由度那这件事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第二就是你再接近它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在机器人的数据和人的数据中间还是会有一个鸿沟，就我们所谓的 embodiment gap。那这个 embodiment gap 在当前学术界也好，工业界也好，大家都是公认的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样的数据的迁移的效率会比较低。特斯拉想用海量人类视频训练基础模型，但是人手和机器手的物理差异，也就是所谓的 embodiment gap， 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即使呢你有 YouTube 上面所有的人类操作视频，转换效率也是个问题。这就是全站整合派的第一个困境啊！你控制了全链条，但是也意味着全链条的每个环节都是你的瓶颈。硬件不够好，模型再强也白搭；模型不够强，硬件再好也发挥不出来。但特斯拉有个优势啊，就是钱多、人多，还有马斯克。这应该是3个优势。Optimus 会不会最终成功呢？可能要再过2年才能见分晓了。而 Figure AI 走的是类似的路线，但是更加激进。这家公司2022年才成立，创始人 Brad Adcock 之前做过电动垂直起降飞机，算是呢从飞行机器人跨界到了地面机器人。2024年年初 Figure AI 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和 OpenAI 深度合作，将 GPT-4 直接接入人形机器人中。那段时间啊，他们放出来的 demo 可以说是震撼全行业啊！机器人似乎能够听懂人类的指令，能够和人对话，能够自己决定做什么。比如说，你说可以给我点吃的吗？它会主动递给你一个苹果。Great, can I have something to eat? Sure thing.但是呢，好景不长啊！2025年2月 ，Figure AI 突然主动宣布和 OpenAI 分手，他们要独立推出自己的基础模型，不再依赖 OpenAI 的技术。那分手之后呢 ，Figure AI 2周之后就迅速的推出了新 Helix 模型，定位为通用人形机器人 VLA 模型，强调呢是完全自研，用于控制整个人形机器人。那不得不说的，能够放弃 OpenAI 的粗大腿啊 ，Figure AI 确实呢也有2把刷子。Helix 创新的采用了 System 1、System 2双系统架构。那 System 2就像你的大脑皮层，负责想清楚要干什么；那么 System 1就像你的小脑，负责手脚怎么配合。当你拿杯子喝水的时候，大脑皮层只需要决定现在该拿杯子了，小脑呢就会自动的调动20多块肌肉完成抓取动作，你根本呢就不需要意识到。这个架构呢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机器人的问题：视觉语言模型很聪明，但是呢太慢。传统机器人控制策略很快，但是不够通用。Helix 让2者各司其职，端到端训练，既能够理解复杂指令，又能够实时精确控制。而更酷的是呢 ，Helix 用单一的神经网络控制整个上半身的35个自由度，包括手腕、躯干、头部，还有每根手指。它还能够同时控制2个机器人协作完成任务。那么这就是 Figure 和 OpenAI 分手后交出的答卷。2025年9月 Figure AI 完成了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估值呢是从26亿美元飙升到了390亿美元，15倍的涨幅，不到1年的时间。投资方名单读起来就像科技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哈，微软、OpenAI、英伟达、贝索斯、英特尔、三星等等等等，听起来呢就已经成为了巨神机器人界的扛把子了。
那总结一下哈，这一派的核心理念是呢，基础模型的通用性来自于足够大、足够端到端，只要模型参数够多，训练数据够多，软硬整合够深，那么涌现能力就会自然的出现。这是从 GPT-4 的成功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在物理世界是否成立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全站整合派追求的是一步到位的通用性，那垂直突破派追求的就是从专精到泛化的涌现。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与其去训练一个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大模型，那不如先让模型在某个垂直场景做到极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学习能力呢，会自然的迁移到其他的场景。Dyna Robotics 呢是这个流派比较清晰的一个代表。我们刚刚呢已经看到了 Dyna 机器人的演示，那么 Dyna 走的路线也很特别做通用形态的机器人，但是在模型层面上会先利用比较成熟的能力，落地一些可以打工的场景，用于了解行业的 know-how， 并更好的指导算法研究的方向。也就是说呢，要先让机器人在洗衣房、餐厅、健身房这些场景去打工，边干活边学习。在2025年4月，他们发布了首个可在真实环境中持续高性能运行的机器人基础模型 Dyna One。在24个小时内，他们的机器人自主折叠了700多张餐巾，成功率超过了 99.4%， 完全无需人工干预，吞吐量达到了人类速度的 60%。但显然 Dyna 的野心不止于叠毛巾。第一是我们要澄清，我们不是一个做叠毛巾的公司，我们的 Foundation Model 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有各种叠的，叠毛巾、叠餐巾、叠衣服，也有像什么切菜、切水果、准备食物，然后呢也有像这个做早餐、清扫，或者说摆放物流场景一些分拣，其实各种各样的数据我们都有。那我们的 Foundation Model 其实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模型，我们的泛化性其实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基础的大模型。那我们是希望基础大模型能够有足够强的能力，在大部分的任务上不太需要非常多的定制。那在早期可能你会发现迁移到一个新的任务的过程会比较冗余，比较繁杂，就是你会需要再重新采很大一部分的数据，然后混到一起去做训练。但随着你的基础大模型数据量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哪怕去迁移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任务上面，它其实需要的迁移成本也会越来越低我们过去可能会需要采几个月的数据去迁移某一个任务，但是到现在可能有一些简单的任务，可能就1-2天的数据就可以迁移过去。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只要你的基础模型能力越来越强，就是我刚才提到学习能力越来越强的话，那你去迁移到新任务的这个模型，迁移到新任务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Dyna 对基础模型的理解和全站整合派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基础模型的理解是，与其训练一个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做不好的泛化模型，不如呢先让模型在某个任务上去深度专精，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学习能力呢，会帮助他更快的掌握其他任务。就像把钢琴练到音乐学院水平的人上手吉他也会比完全没有学过乐器的人会快得多，因为呢掌握了如何学习的原技能。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你单一任务的能力提升得很强之后，它对于学习新任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我们拿最优质的数据到基础的数据集里面做 pre-train 之后，其实这个模型再去扩展到新的任务上，它会更快，需要的数据更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点 counterintuitive， 但是确实它发生了一件事儿。那我们对于它的理解可能更像是，就像人，如果你的学习能力学得很强，就我不说你会什么知识，但是你的学习能力本身很强，你学习新的能力就会很强。那学习能力很强的前提是你可能过去已经在很多任务上你自己做过实践，然后做过学习，你才会有那个强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本身和这个学习的过程它本身也是关联的。这个理念背后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大语言模型的 scaling law， 也就是缩放定律可能不一样。大语言模型的规律是模型越大，数据越多，性能就越好。但是机器人基础模型的性能瓶颈就不止在模型容量和数据量，更在数据质量和物理一致性。如果训练数据里面的物理接触不准确，模型学到的就是错误的物理知觉。参数越大，错误呢就会越被放大。为什么说基于某种程度，就是它的 scaling law 肯定不像大语言模型这么简单粗暴，要向语言方向的
这个数据，现在他们已经发现，哪怕你用很多低质量数据，就是你可能一堆文本，然后中间插了一段广告，然后再是接着这个文本，就这样的数据，它一样能训练出比较好的模型，因为模型它看的数据足够多之后，它自动就会过滤掉广告。其实这和人很接近嘛，就是你看网页看多了，其实你眼睛也自动会过滤这些广告。对，所以大语言模型它能够做到这个，但是机器人当前我们觉得 scaling law 更多的是来自于需要比较高质量的数据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它的数据的本质更多的是机器人本体加上视频，那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你如果囊括了很多很繁杂的数据在里面，那它机器人模型可能就不知道我要 pay attention 在哪一个地方，所以最终它其实出来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如果你的数据质量足够好，那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数据多样性的增加，整体的基础模型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对下游的各种需要这个 fine tune 的一些小任务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对，所以这个是实打实能够看得到的。所以呢 ，Dyna 选择小而精的路线。那他们认为呢，首先，与其训练一个100亿参数的泛化模型，不如去训练一个10亿参数的专精模型。那其次呢，是要保证每一条训练数据呢都是高质量的真实物理交互。其次呢，让模型在实际部署中通过强化学习自我优化。他们认为，深度专精某个任务的过程中，模型学到的不只是怎么叠毛巾，还有怎么快速学习新任务的原能力。所以我们现在挺关注的，比如像强化学习的一些路径，然后像这个通过大模型的基础能力的学习，比如说折叠能力，比如说摆放能力的学习，让它拥有一个自我迭代、自我去学习新技能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最终我们会觉得，基础的这个大模型可能在普通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家用的很多，你帮我拿一个水，你帮我开一下门，类似的任务中，它应该是可以直接 handle 的。同样重视原学习能力的，还有诸如 Scaled AI 这样从通用模型接入，但是并不做硬件的公司。他们的核心逻辑是用大规模仿真数据训练出一个通用的大脑，然后用这个大脑能够快速适配到不同的机器人硬件和任务场景。比如说，同一个模型既能控制机械臂抓取物体，也能够让4足机器人行走，还能够指挥人形机器人完成复杂的操作，不需要每个任务都从头训练，而是靠一个强大的基础模型来迁移学习。有传闻说英伟达和软银呢将领头对它投资10亿美元，估值呢将会高达140亿美元。那这个路线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玩家值得一提，那就是亚马逊。2025年7月，亚马逊宣布部署了第100万台机器人。100万台是什么概念呢？亚马逊目前有156万名员工，也就是说机器人数量即将超过人类员工。但是呢，这100万台机器人全都是专用机器人针对具体场景优化。Hercules 能够搬运1250磅的货物， Pegasus 用于包裹分拣、运输。但是亚马逊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的 Agentic AI 团队呢，正在开发通用机器人基础模型，还在旧金山办公室建了一个叫做 Humanoid Park 的室内测试场，训练人形机器人应对复杂障碍。亚马逊的策略和 Dyna 如出一辙，与其一开始就做大而全的通用模型，不如先在垂直场景积累世界上最好的数据和最强的能力，然后呢再泛化。如果说前2派是在争谁的路线更快，那第3派争的就是谁能够定制行业标准。他们的核心信念是在基础模型这个赛道，最终赢家不一定是技术最强的，而是生态控制力最强的。首先英伟达的逻辑很简单，做机器人界的 Android。2015年3月的 GTC 大会上，黄仁勋隆重地介绍了 Groot N1， 并且呢把它开源了。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要用 Groot N1， 就得用全套的英伟达生态，一个都跑不掉。那这就是生态锁定的威力一旦你用了英伟达的全套工具链，切换成本高到让人望而却步。那英伟达的护城河不是模型本身，而是整个生态。谷歌走的是另一条路，通过开源研究建立影响力。谷歌的机器人在通用策略上选择了一条研究驱动、开源优先的路线。它推出的 RT 系列强调大规模机器人演示数据、跨任务、跨平台通用模型，并且通过论文加开放数据集的方式，在学术与研究社区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
那么在 Gemini 3发布之后呢，谷歌最近也是加快了步伐，还挖来了前波士顿动力首席技术官 Aaron Sanders， 想推动 Gemini AI 成为通用机器人控制平台。英伟达和谷歌的生态策略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它们到底是真开源还是伪开源呢？我们也会之后聊到。而 OpenAI 和 Meta 是这一派的另外一种玩法，小步快跑，只为占坑。OpenAI 和机器人的关系就像一对分分合合的情侣。早在2018年他们就在机械手操作任务上取得了突破，但是呢，之后团队规模与优先级呢有所收缩。到2024年和2025年年初，他们上演了和 Figure 从热恋到断裂式分手的戏码。但是呢，到了2025年的下半年呢，他们又开始招聘多位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控制算法的研究人员。此外呢 ，OpenAI 也试图通过撒钱投资的方式打造自己的生态影响力。2024年11月 ，OpenAI 与杰夫·贝索斯共同参与了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4亿美元融资。Meta 的策略呢类似，但是更加低调。2025年年初Meta 在其 Reality Labs 旗下组建了一个新的机器人部门，由前 Cruise CEO Mark Whitten 牵头，目标呢是开发类人机器人平台。Meta 的 CTO Andrew Bosworth 就曾公开提到，其团队呢正在构建一种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以支撑机器人完成比行走和跑跳更细致的操控动作。那表面上看，三派是在争技术路线、争市场、争估值，但是本质上他们赌的是关于通用性的三个相通但是又不同的假设。全站整合派相信呢，通用性呢等于足够大的模型加足够多的数据加足够深的软硬整合，只要这三个条件满足，涌现能力呢会自然出现。这是从 GPT-4 的成功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而垂直突破派相信通用性呢等于深度专精带来的迁移能力。机器人的 scaling law 和语言模型不同，小而精可能比大而全更有效。那关键呢是要找到正确的原学习路径。生态平台派相信通用性等于生态标准化程度。技术路线谁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用你的工具链。最终的赢家不是技术最强的，而是生态控制力最强的。当然了，还有半开源半闭源的两家知名公司分别是 Physical Intelligence 和 Genesis AI。那我们会在开源的下集里面重点的介绍他们。那么这几大派系谁对谁错呢？2025年还没有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关于基础模型的竞赛才刚刚开始。那么聊了那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2025年的现状是展示的很精彩，落地还未可知。马斯克对特斯拉机器人的梦想很宏大，但现实是Optimus 还在艰难的爬坡。12月19号，特斯拉官方是发布了一份名为《特斯拉人形机器人2025年度报告》的视频回顾，详细披露了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在过去1年中的技术迭代和进化路径。视频以 Optimus 加速跑进2026年的画面收尾，暗示明年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技术跨越。我们呢也拭目以待。同时 Figure AI 拿了10亿美元估值390亿，但是真正商业化部署也就几十台。英伟达的 Groot N1 发布了，但有多少公司真正的用起来了也不好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各家都在展示出令人惊叹的进展，有特斯拉这样手握重金的巨头压住，也有 Figure、Dyna 为代表的创业公司在快速前进，还有 OpenAI、Meta 的低调入局，都是在用重金重资产的方式推进机器人的基础模型。这让我们相信尤其是在家用机器人领域，机器人开始帮忙干些讨厌的家务呢，已经不那么遥远了。我们是觉得最先肯定是在像我们当前在 tackle 的一些市场，就是商用服务、商用的一些这个人工的这个部分，就是和人工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这样的一些场景。但是我们觉得家用其实也没有那么遥远，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你并不需要完整的这个非常通用的 AGI 你可能只需要几个任务就可以进入到家庭的场景里，先让机器人在家里面干起活来，然后逐渐的通过模型的迭代让它产生更多的能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目标其实在明年我们至少希望在商用场景有比较大规模的部署，那在家用我们会择机看就是如果说比如我们当前像叠衣服这样，我们采访过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个功能他们非常需要，对吧？那当这个我们的硬件成本降到普通家庭可承担的范围内，那我们可能就会优先，比如说我先以叠衣服的这个功能卖给家庭，然后逐渐去拓展一些其他的功能
对，所以这个时间线应该也不遥远，可能也就在1到2年左右吧。怎么样？几百美元可以帮你叠衣服、准备早餐和做清洁的机器人助手，你会买吗？好了，今天的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是闭源自营，但是呢，有一群人啊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同样的事儿。他们在做开源模型，他们分享数据，他们相信聚沙成塔的力量，他们说开放才能够实现具身智能。那么下一个机器人的视频呢，我们会聊到英伟达的开放到底有多开放，它和真正的开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人说 Cruise N1 是伪开源？ Physical Intelligence 为什么要开源拍零？一个刚成立刚拿到融资的公司为什么要把最核心的模型免费放出来？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开源 versus 闭源，谁会赢？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是技术路线之争还是商业模式之争呢？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更新哦。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